大姑姐把我婚房最大的2间房打通成了1间，变成了她的卧室，带厕所的次卧给了公婆，最小的只能放下1张床的房间留给我和老公。我不服，和他们理论，公公却护着大姑姐：“你们这个婚爱结不结？肚子里的孩子不想要就去打掉，我们家不缺这一个孙子，别想着拿孩子威胁我。”我转身，但不是去医院。后来他们却又来齐齐整整的我家求着我回去。我和老公恋爱5年，上个月领证，计划国庆办婚礼。婚礼前夕，老公带我回老家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婚房。房子很大，2层小别墅。老公领我上楼放行李，可是上楼后，我们都愣住了。最大的1间卧室里面放着大姑姐的东西，显然她住在这里。另外1间带厕所的次卧是公公婆婆住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分给我们的只有1间最小并且没有厕所的房间。我有点不高兴，老公脸色也不好看，他马上就下楼：“大姐，你怎么住在主卧了？而且原来不是4间房的吗？你还把2间打通成了你一个人的房间。”大姑姐吹着她的指甲，挑衅地看我：“怎么，我嫁出去就不能住主卧了吗？本来就不能。”老公很生气：“哪里有嫁出去还回娘家住主卧的道理？姐夫又不是入赘的，你在婆家占着主卧，娘家也占着主卧，那怎么行？”大姑姐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那红指甲指着老公，嘴里骂的却是我：“你们这小肚鸡肠的，我回自己的娘家住个房间，你们也要说话，太过分了。”她回头问公公：“爸，你说句公道话，我能不能回来住？”公公抽了口烟，一锤定音：“当然能，闺女，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”老公不开心，他觉得委屈了我。婆婆想了一会儿，也觉得这样安排确实不合理。那你们住我们带厕所的房间吧，我和你爸爸搬出来。公公也同意，可大姑姐又不高兴了：“凭什么？你们一回来就把爸妈赶到小房间？你们多了不起！”这次不但是老公生气，我也生气了。老公看我黑了脸，赶紧把我带到房间里面，注意肚子里的宝宝，别生气，一切我来处理。他出去和大姑姐吵了一架，大姑姐哭哭啼啼的假装收拾东西要走。我算是知道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家我是不能回来的了。爸妈，我走了，以后都不回来。婆婆掉着眼泪：“女儿啊，苦了你哦。谁让你弟弟找了个不通情达理的女人进门？”公公一拍桌子：“谁要赶我女儿走，我先赶她走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还是没点自知之明的继续待下去，那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”我拉开门，看着假惺惺要走的大姑姐：“大姐，你不用走了，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娘家。我以后不来就是，不管是大房还是小房，你想要全部打通都没问题。”我转身就走，老公马上提着行李跟在我身后。婆婆又一把拉住我：“敏敏，你什么意思？过几天就是婚礼，你做给谁看？简直是好笑。”她说我做，我结婚，不说主卧了，连一个带厕所的房间都不配，她还说我做。公公也是，他生气的又拍了桌子：“你们今天要是走出这房间一步，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，别就是做样子。”大姑姐还在拱火：“对呀，我看她怎么舍得走。吴敏，以你们家那种条件，能嫁到我们家，你是烧了高香，你还拽什么拽？”对，她说的没错，他们家是有钱，这只是他们的老宅。他们在市里还有几套房，但是全部都是的写公公婆婆的名字，没有一套是我和我老公的。他们总是觉得我要分走他们的财产，房的跟什么一样。我不想和他们多做纠缠，
我怀着孩子，不能生气。老公也懂我的意思，他扶着我大步离开。我听到公公摔杯子的声音，滚，都滚！婚礼老子直接取消，以后别回来跪着求我。我不会求他，不会求任何人。天太晚，老公给我找了个间酒店住下。他红了眼睛，抱着我。我知道他们一向偏心大姐，没想到连我结婚他们都不重视。老婆，让你跟我受委屈了。我安慰他，不重要，只要你在就行。这个婚礼我不是非办不可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这坎儿。别人家儿子结婚，哪个不是欢天喜地的把最好的拿出来？可他们呢？他拿起电话，抱着最后的希望，告诉婆婆我怀了孩子。果然，没多久，公公婆婆来了，居然大姑姐也来了，还带着她的儿子。婆婆在我肚子上看来看去，大姑姐鼻子朝天，呵呵，怀孕了不起呀，哪个女人不怀孕？我儿子都生了几年了。切，老公看不惯她，我要你来了吗？她一下来了劲，摆出一副要吵架的样子。陈远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个样子？吴敏教你的吧？我就说，你真是被他给带坏了。以前的你多听话，从来不敢在我面前多说几个字。我要钱你给钱，要买东西你马上送回来。现在怎么这么见不得我呢？连我住个主卧都要骂我几句，真是一点都忍不了。这个大姑姐说话夹枪带棒的。阿远是我老公，他不帮我，帮你吗？你爸妈，你们看，我就说吧，娶妻娶贤，这个吴敏不能要。我原来给你们说过，我老公家的小表妹，人又漂亮又听话，关键跟我又合得来。你们就是不听，他还要巴拉巴拉。老公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爸妈，敏敏怀孕了1个多月，刚检查出来，婆婆还是高兴的。她不住笑着点头，好，喜上加喜哈，喜上加喜。公公跟婆婆一样高兴，可那个搅屎棍大姑姐却撇了撇嘴，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，是不是就要住我的大卧室啊？是不是就要赶我走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你怀孕了，也休想在这个家当家做主。我儿子才是这个家的长子长孙，别妄想利用孩子搞一些有的没的。我真是看不惯他那鼻孔朝天的样子了。大姐，我只是告诉你们我怀孕了，从头到尾我什么都还没说，你就已经脑补了多少剧情了？你未必不是想的太多。他脸上红了一阵，但是马上变成了黑色。说吧，怀孕了，想要什么？房子、车子，还是要钱？他说话尖酸刻薄得很。我还想继续对他，老公一下站在我前面，他直视着大姑姐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你说的，问我要什么？我要你滚出主卧，带着孩子滚回你自己的家。大姑姐尖叫起来，爸妈，你们看吧，我就说了，他们还是见不得我住在娘家。凭什么呀？他是儿子，我也是女儿，我凭什么就不能住在家里？公公婆婆还没有说话，老公继续对他，因为你就是个搅屎棍，你要是住在这里，我们家永远不得安宁。哎呀，这下他真的要疯了，被我老公这么明着开骂，他怎么下得来台？他抬起手，啪的一声就给了老公一个巴掌。陈远，你真是被吴敏蒙了心，家都不要了，姐姐都不要了。我心疼老公，摸了摸他的脸。陈慧，你凭什么打他？从小到大，你就得到了家里所有的偏爱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阿远在你们家是不是从来没有得到关心？他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？我知道别人家都是儿子女儿一个样，可是我公公婆婆却把女儿当作手心里的宝贝，把儿子当作地上的一颗石头，想踢两脚踢两脚，想踩一脚踩一脚。原来老公这么跟我说的时候，
我还不相信，哪里有这样对儿子的家庭？现在我亲眼所见，真是开了眼界。听我这么说，公公婆婆黑了脸。吴敏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对阿远不好了？你知道什么？张嘴就乱讲。老公被陈慧打了一巴掌，眼睛都红了，他声音也大了起来。他乱说了吗？爸妈，你们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你们是怎么区别对待我和陈慧的？说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是捡来的，不是你们生的。啪！公公又甩了一个巴掌到老公脸上，放什么狗屁！你姐是女孩子，我们对她好一点怎么了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还跟你姐计较？我们不就是给你姐买了几套房，没有给你买吗？眼睛里面总盯着我们的钱，能成什么大气？你姐说的对，你就是被这个吴敏蒙了心。跟家里对着干，你们要是有骨气，就永远不会要回我们这个家。他歇了口气看着我，老实告诉你，要想好好的结了这个婚，当我们陈家的儿媳妇，在家里就必须听我女儿的话。我们不是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在我们家，女儿才是最重要的。别说一间主卧，就是她要整个房子，我都会全部给她。大姑姐鼻子翘上了天，老公已经对他们失望透顶。我最后问了一句：那我们的孩子生出来住哪里？今天我去的时候看了一眼，家里唯一的一间空房子已经被大姑姐的儿子给占了。大姑姐鄙视地看了我一眼，自己的孩子生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准备好，那你还生个屁？不然回你娘家，让你妈给你准备啊。不过我看你那个穷酸样，就惦记别人财产的东西，娘家也是穷鬼吧？吴敏，孩子要是养不起，就干脆打掉别生了，别把主意打在我爸妈头上，他们不欠你的。我笑了，他们是不欠我的，我也没想要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公公大声地说：对，别拿孩子威胁我，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大孙子，我不吃你这套，动不动就不生孩子威胁，滚，在我这里没用。好了，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我直接赶了他们出去，记住你们说过的话，以后别后悔。大姑姐还伸长个脖子继续叫嚣：吴敏，老实一点，安分一点，这个家还能有你一席之地，不然，呵呵，呵呵呵，呵他个鬼！我甩起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巴掌。陈慧，闭上你的臭嘴，别以为谁都拿你当个宝，垃圾！哇塞，这下对面4个人都要发飙了。陈慧什么时候被人打过？她扑上来就要打我，老公一脚踢在她肚子上。你们敢动我老婆一下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！陈慧尖叫着，婆婆掉了眼泪，公公气得发抖。好啊，陈远、吴敏，你们敢打我女儿，告诉你们，这个家的一切财产都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，所有房子，所有东西，我全部都给小慧。你们永远别想惦记，笑死！他们一个两个的都拿房子说事，都拿他们的财产说事，好像我结这个婚就是为了那几套房子一样。我抓起身边一个垃圾桶朝他们砸过去，滚！终于安静了一点。老公很是伤心，再怎么说也是他的父母亲姐姐。我安慰他，别难过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会哭着回来求我们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带着老公坐高铁回了娘家。我妈看到我和老公突然带着行李回来，心里知道我肯定是受了委屈，没有多问。老公一看到我爸妈，就扑通一声跪在他们面前：爸妈，对不起，让敏敏受委屈了。我妈把他拉了起来：起来，你能跟敏敏一起回来？妈就知道你的意思，放心在妈这里住着，一切爸妈给你们做主。回到房间，我妈才终于单独问了我，最后她也红了眼睛。这陈家太欺负人了，
她在客厅里面拍了老公的肩膀：“阿远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，我和敏敏他爸就是你的爸妈，你就当我们家的儿子。婚礼我们给你办，当然，婚房我们也早就给敏敏准备了，只是没有告诉你们而已。”老公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，哭着喊爸妈。我爸拉了他起来：“我们只有敏敏这一个女儿，这下就算多了个儿子。”我们在娘家住了下来，妈妈给我买了一套3室2厅的房子，虽然没有陈家的大别墅那么大，但是是我和老公自己的家。我们住在里面很放松，很舒服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我们重新开始计划婚礼，原本在娘家我只打算办回门宴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决定在这边办我自己最想要的婚礼。3天后，婆婆打来电话，老公不接，当然我也不会接。最后他打到了我妈的手机上，我妈也不知道是他打的，随手就接了。亲家呀，这明天就是婚礼了，他们2个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妈把电话给了我，我笑着说：“不用了，阿姨，婚礼取消吧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电话被公公抢了去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是彩礼还没有要到吗？我之前给你说过，彩礼6万6，婚礼当天给你们，难道还怕我少了你1分？我几千万的资产，笑死，又是那几千万的资产。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用了，叔叔阿姨，婚礼不用了，自然彩礼我们也不要了，你们自己留着养老吧。”他好像有一点急了：“你们是有什么大病？明天就是婚礼，亲朋好友们我都请了，你们不来，故意给我难堪吗？”我听到陈慧在那边阴阳怪气：“呵呵，我看就是没有给房子他们，彩礼没有给几十万，故意想拿捏我们呢。爸妈，你们赶紧拿几十万现金，过户几套房子给吴敏，不然啊，就给你们撂挑子哦。”老公气得要挂电话，公公听了陈慧的话大怒：“休想！吴敏，我告诉你，休想拿捏我们家，还没嫁进来就这么做，要是嫁进来，你不是要翻天？别妄想拿捏我们家。这样，我给你退一步，彩礼给你加到8万8，其他的房子车子，你想都别想，等我观察5年以上，你要是表现好，我就给你1套房子。”呵呵，笑死！我又不是嫁给他，还要他观察。叔叔，那我要是表现不好呢？哼！他冷笑一声：“要是表现不好，那你就什么都别想得到，包括我儿子。他儿子现在拿过了我的电话，你儿子不是一件商品，你说了不算。”老公挂了电话，他安慰我：“别跟他们生气，不值得。”我不生气呀，真的一点也不。我觉得现在该生气的是他们，他们继续打电话，我能想象得到他们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一直高高在上的几个人，怎么能受这样的气？果然，电话接2连3的打过来，他们打一个，我拉黑一个，所有可以联系的方式，我全部拉黑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我和老公美美的睡了一觉。天亮后准备重新去看一下婚纱，可我刚起床，就在客厅里面看到了不想看的人。公公婆婆和陈慧一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这是大晚上的直接过来了。我爸妈离他们远远的，一点没有欢迎的意思。我看了看老公，他很冷淡，并没有多少反应。你们来做什么？婆婆又掉了眼泪。阿远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今天本是你们婚礼的日子，你们人都见不到，我们请了那么多的亲戚朋友，多让人笑话呀，可不是吗？陈慧跟着添油加醋，爸爸还请了好几个合作伙伴，这一大早的到处给人道歉，说婚礼推迟，你们太不负责任了。老公给我倒了一杯牛奶，才对他们说，不是推迟，是不办了，你们也不用费那些心思。陈慧突然站起来，高兴地拍手，哈哈哈，要离了呀？好啊，离了好，
这个吴敏，我就看不惯，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就不把我们当做一家人了。我真是看不惯这个陈慧，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天天带着儿子住娘家，明面上说是娘家父母舍不得她，其实就是跟婆家合不来，婆家人不惯她，她受不了，只有跑回娘家来耍威风。她要是在娘家规规矩矩的也好啊，天天当家做主人，兴风作浪。老公牵着我的手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我们感情好得很。只是我们只准备在敏敏这边办婚礼，那边的你们直接取消。陈慧哪想到是这个结果，她大喊：“陈远，你够了呀！这么大的男人还闹脾气，有意思吗？吴敏，是你撺掇的吧？你嫌我们家彩礼给的少，嫌我们没有把房子过户给你，嫌我住了你们的主卧是不是？”老公刚张嘴，我拦住了他：“没错。我是嫌你住了我的主卧，但是你那些所谓的房子、彩礼，我并不想要。而且你们6.6万的彩礼，我妈同样给了我6.6万的嫁妆，我没有占你们1分钱的便宜。”陈慧不屑的一笑，笑死，6.6万而已，我们家的资产几千万。当年我结婚，我爸给了我100万的嫁妆，你6.6万好意思说？我当然好意思。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多少都是我爸妈的心意，而且我也没有要他们更多。你找婆家要了188万彩礼，你是一个字都不提呀，他更加得意了。是啊，我婆家重视我，愿意给我那么多钱，怎么的？你不舒服啊？真 TM 是个双标狗，他要多少关我屁事？他还在巴拉巴拉。婆婆把他拉回了沙发。阿慧，你也少说几句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他自己没本事，你们看不起他，不给他那么多彩礼，他来嫉妒我做什么？爸爸忍不住了，一个茶杯摔到陈慧脚底下。我女儿是你随便侮辱的，你们有钱了不起，我家也不看上你的钱。茶水溅在陈慧的皮鞋上，他怒视我爸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赶我们走吗？”我就说吴敏没大没小的，也没个家教，原来源头在这呢。他太横了，在他自己家横就算了，在我家里横什么？我直接上前，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巴掌。陈慧，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他捂着脸大喊起来：“爸妈，你们看，他敢打我！陈俊，就这样的泼妇，你还敢要吗？”老公护着我，跟我一起赶人。陈慧见老公也赶她，发了疯一样的朝我扑来，长长的指甲就要朝我脸上抓。NB， 死女人，在我们家兴风作浪，挑拨离间，老子不打死你！可她的手还没有伸到我脸上，就被老公一脚踢到了地上。陈慧，你太嚣张了！我说过，你们谁都不能碰我老婆一下，我是你姐呀。陈远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你亲姐，我们一起生活了20几年，吴敏才跟你一起几天，你现在的心就全部偏到她身上。陈远，你到底是不是陈家人？老公听他最后这句话，身子都颤抖了。是啊，我也想问问，我是不是陈家人？爸妈，你们说说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们儿子？婆婆不住点头，说什么呢？你不是陈家人，是哪里的？可你们从小就不喜欢我，我什么都是用陈慧剩下的。几岁开始，你们就把陈慧带在身边，把我丢进寄宿学校，1年半载见你们一面，除了1个月丢给我1000块钱，你们还做过什么？陈慧可激动了，她凶神恶煞地质问公婆：“爸妈，你们不是说1个月给他500的吗？怎么还给的1000？你们骗我！你们心里还是只有儿子？疯了！这个陈慧真是被惯疯了。她自己一直有父母的陪伴，却还嫉妒父母1个月给1000弟弟做生活费。他们家要是没钱就算了，关键还有钱。”婆婆一直哭着：“阿远呐，
我们也是想着，你是儿子，穷养儿富养女嘛。而且你姐姐也担心，有了你之后，我们忽略她，所以我们才把你放进寄宿学校。你看你如今这么独立，这么能干，你还不是当年我们锻炼出来的吗？这都是些什么逻辑？老公给我说过，他在学校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，他打电话告诉公公婆婆，他们从来没有安慰，只有责备，责备他不懂得和人相处，责备他处事不够圆滑，就是从来不去看他一眼。后来，他也慢慢接受了自己相当于留守儿童的事实，独立那是没办法呀，自己想，自己愿意的独立和被迫的独立是两回事。陈慧还在不依不饶地和婆婆吵那1000块钱的事情，我实在听得聒噪。你们家的破事，自己回去关起门来吵，不要在我家烦人。公公终于呵斥了陈慧，然后他看向我爸，亲家，那个他们的婚礼还是要办的，你们要是嫌我给的彩礼少，我现在给你们加到16.6万好吧？这不是明你也怀了孩子吗？我们去照一下，要是怀的儿子呢，我马上给他们过户1套房，你们看可以不？简直不可思议，我爸妈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要照男孩女孩？怎么的，女孩不是人吗？我也很奇怪，他们自己把陈慧看得跟个宝贝似的，怎么到我这里了，就还要照是男是女了？难道女儿是宝，孙女就是草？太奇葩了！我爸黑着脸开口，男孩女孩都是我的孙女，没有必要去照。你的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我们什么都不要。我家女儿也不会嫁去你们家，我们已经跟陈远商量好了，他们在我们这里安家，所以你的一切都不用担心，全部给你女儿都没问题。你们回去吧，公公眼看就要发飙了，他一向自认为自己是成功人士，手里资产上千万，回老家从来都是人人追捧的对象。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回老家办婚礼，只是因为他好面子而已。如今被我爸这么当面驳了面子，怎么受得了？他一下站起身，走到老公面前，陈远，我已经给够了你们面子，你自己好好考虑。我在酒店等你3个小时，你要是还不醒悟，就永远不要回我的家。他停了一会儿，高傲地看了我们所有人一眼。当然，我家的一个钢镚泥也休想得到，没有你这个儿子，我还有女儿，我还有外孙，他一样可以当我陈家的继承人。他慷慨激昂地说完后，本以为我们都会马上低头认错，为了钱折腰，可惜呀，我们家人什么都喜欢，唯独对钱的一贯态度是够用就好。我父母退休教师，有退休金，我和陈远都有稳定且工资不低的工作，维持我们的开销，过上小康生活，足足有余。他见我们都不为所动，最后哼了一声，气冲冲地离开。陈慧走的时候还踢了我家大门一脚，垃圾！这么小的房间，住几个人，真是难受。陈远，你真是拎不清，回老家还嫌我给你留的房间小，到人家这里怎么不嫌弃了？我真是看他一次烦他一次，直接拿起烟灰缸给他砸了过去。他跑得倒是很快。他们走后，我马叹了口气：阿远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不过没事，以后在我们家好好过下去。我和陈远没有管公公婆婆，继续出去看婚纱。2个多小时后，公公用酒店的电话打了过来：陈远，考虑好了没有？跟我们回去住大房子，还是在这小房子里面入赘？我直接抢过电话：阿远，不是入赘，我们只是在这里安家，远离你们而已。对面还想说什么，我啪的一声挂了电话。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得这么清楚，他们应该也能听懂人话，不会再来骚扰我们了。谁知道1个月后他们又来了，
这次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们的婚礼时间，直接跑到了婚礼现场。我本来特别好的心情，在看到他们时，瞬间觉得晦气。婆婆这次倒是没有掉眼泪，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个盒子，我没接，她就一直举着：“敏敏呐，这是妈给你买的5金，你收着吧。”我不收，之前的婚礼钱，我提过买3金，但是公公说的是，这些都是应该娘家买的，婆家不会给我买。现在我自己妈妈已经给我买好了一套，我不需要他们的，快收着吧。这是爸妈的心意。她的手还举在空中，我抬手给她看了一下我的手镯。阿姨，我已经有了，结婚的3金，不能重复的。她还想说什么，陈慧一下把那盒子抢了去。妈，我就说了，你不要搞这些，好像他多了不起一样。你给了，人家也不领情，人家现在拿捏着陈远，将来我们的家底还不都是他的，看得上你这几万块钱的5金。我懒得理他，老公也生气。你们走吧，能不能让我安心举办一场婚礼，非要现在来添堵？婆婆又掉眼泪了，她真的很爱掉眼泪，好像我给了她多少委屈一样。可明明委屈的是我好吗？阿远呐，爸爸妈妈错了，今天就只是想来参加你的婚礼而已，你别赶我们走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公公今天也没有了往日的严肃，眼里也有点期待。我看向老公，毕竟是他的父母，我还是应该尊重他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正要说话时，陈慧又开口了：“爸妈，我看呐，这吴敏还是没有见到钱，不松口呢。你们赶紧的把你们那些家产全部递到他面前。什么钱呐？房子啊，车子啊，都给他。哼，不要脸的东西嘛，就是想钱，以为我看不出来？真 TM 是个神经病。眼看婚礼就要开始了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再一次搅和了我的婚礼。我妈在前台看我们这么久没出去，进来就刚好听到了陈慧的话，她二话不说，上前就给了陈慧一个巴掌，手指着门口：“滚，听到没有？给我滚！”我妈教书一辈子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这么生气，这么打人，不得不说太帅了，我差点鼓掌。陈慧又要准备撒泼，老公扯着她的衣服就往外拖，她大喊大叫，可是公婆也不帮她，刚把她丢到门口，她逮到机会又钻了进来，骂骂咧咧的：“吴敏，你 TM 的想要财产就直接说，别整这些来气我爸妈，死绿茶一个！今天我就索性给你说清楚，想要我们陈家的全部家产不可能。我已经跟爸妈商量好了，给你们一套小房子，其他的都是我的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我照顾爸妈这么多年，这些是我应得的。你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没资格要。你要是同意呢，就回去过户，一套给你。你也别委屈，一套小的也几百万了，比你们现在住的都值钱。你们这样的穷酸家庭，得到我们一套房，睡着了都要笑醒。我还没有打他呢，公公先给了陈慧一个巴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今天是来参加婚礼的，你噼里啪啦说一堆干什么？陈慧瞪大眼睛：“爸，你也打我？你为了吴敏打我？果然，你们的心里还是儿子最重要，甚至媳妇都比我重要。好，好，你们这样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。”她捂着脸跑了出去，公公婆婆不放心，也追了出去。我和陈远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他们走了，我们正好可以安心的举办婚礼，管他们那些破事做什么。得亏陈慧闹了一场，我们的婚礼才可以顺利进行。累了一天，肚子里还有宝宝，我躺在床上就想睡，可是房门又被人大力敲响。疯了，那陈慧又来了，她哭着大喊：“陈远、吴敏，你们满意了？爸妈终于还是决定要把财产分一半给你们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我才是陈家的老大，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们凭什么分？婆婆哭着劝：小慧啊，阿远也是我们的孩子，他是你亲弟弟啊，分他一半是应该的。陈慧反手给了婆婆一个巴掌：谁让你们生的他？你们就不该生，你们就多余生了他。婆婆被打还不敢还手，只有不停地掉泪。公公抓住了陈慧的手：够了，闹够了，这些年家里都是偏向你，你还不知足，今天你说破天，我也要把财产分一半给阿远，你没资格阻止。陈慧眼见公公婆婆下了决心，马上换了攻击对象：那给阿远可以，但是不能给吴敏。吴敏，你必须和阿远签一个协议，你们的财产都是独立的，就算将来你离婚，也不能分走阿远的一分钱，而且你们结婚后也不能用阿远的钱，你只能用你自己的。真 TM 神经病！我的婚姻要他来指手画脚，老公简直忍不了，他大骂陈慧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在我家指点江山，我要给他花就给他花，我高兴啊，全部都给他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自己婚姻过得不幸福，也想把我的家搅散是不是？陈慧还不服气，老公直接给她一脚，告诉你们，别在这里给我演戏，你们的钱，你们的房子，你们的所有一切我都不会要，我都看不上。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婆婆立马问：什么要求？老公定定地看着眼前的3个人，3个和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我要和你们断绝父子关系，从此生不养，死不见。公公婆婆都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没站稳，而陈慧却得意了：真的，你真的决定了？当然，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责任，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。婆婆大哭着被陈慧带走，公公叹气不已。老公找了见证人，登了报，他说到做到。我们的婚后日子过得很幸福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们家庭更加和谐，爸爸妈妈帮我们带着宝宝，我和老公安心工作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再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公公婆婆总是用不同的电话打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过。他们也想来看宝宝，但是每次都被陈慧拦住，这点我倒是挺感激陈慧的，没有她，我们会多很多烦心事。他们过年也会想着给宝宝寄点衣服什么的，都被我们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，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。好几年之后，我刚生了2胎，突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，我们这才知道陈慧出轨，找了一个小白脸，给那小白脸投资，亏光了陈家所有的财产，老2口活活被气死了。临死之前一直念叨着老公的名字，可惜没有人帮他们联系我们，等他们都咽气了，亲戚才给我们打了个电话，只当是通知一下我们。他的原话是：阿俊，我只是告诉你一声，你回不回来都无所谓的，他们也不值得你回来。陈慧也被她老公一刀捅进了医院，生死未卜。听到这些，我和老公暗自庆幸，早早地脱离了那个畸形的家庭，不然我们也不会拥有现在平静的生活。老公并没有回去参加他们的葬礼，我们继续过着我们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快过年了，断联多年的母亲突然找到我，她说自己得了绝症，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如她所愿跳入骗局，她不知道我回去是为了亲手把她送进监狱，为了一个秘密。临近春节，断联多年的母亲突然拨通我的电话，她通知我得了绝症，回来见我最后一面。陌生的声音语调，熟悉的命令语气，突然把我拉回不堪的童年。从我记事起，父母就感情不和，父亲带不同女人回家，母亲总是夜不归宿。
父亲沉迷烟酒，热衷冷暴力，母亲动辄对我辱骂加诅咒。互联网上网友们讲述的原生家庭不堪经历，我几乎都体验过，甚至更糟糕。所幸，人体的保护机制会自动美化回忆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在省城定居，省城离家乡一程不远，但我再也没有与父母联系过。那些恶心、糟糕、痛苦的回忆，入梦的概率越来越低。没想到，我依然会被一通电话触动。纠结了3天，我终于在男朋友程耀的劝说下决定回家。他说：“或许你妈已经变好了，别怕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”我清楚我妈的秉性，恶魔绝不可能被感化。但我另有疑惑，你之前不是说要等你姐一起回老家吗？她无奈叹气，一直联系不上，还是先处理你的事情吧。我很感动。3天后，我们回到我的家乡 A 城，我与程耀商议，他在宾馆休息，我自己先登门拜访。临走前，程耀依依不舍地抱着我：“真的不用我陪你去吗？要不还是带上我吧，我保证不会打扰你们。”他向来不是粘人的性格，今天显得很奇怪。我笑着挣脱：“放心吧，我先自己去探探路，下次去再带上你。”他这才愿意放我走。那好吧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我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将母亲给的地址念给司机听。司机不情愿地嘟囔：“这小区是这2年才开发的，可远了，到时候我还要空车跑回来。”拿到地址的第一时间我就查过了，母亲住的这个小区叫云林阁。云林阁位于高速路口附近，既荒凉又偏僻。你等我半小时，返程之后车费一起算。司机一听喜笑颜开，津津乐道向我介绍风土人情。我无奈，我是本地人。司机尴尬地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窗外的景物疏忽而过，心里的慌张逐渐显露。不得不承认，我的潜意识里还残存对父母的依恋，否则也不会依然用着以前的电话号码。我不停想象与母亲久别重逢的对白，紧张愈演愈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停在小区门口。这个小区的房价不菲，其间都是庭院式独栋小楼。母亲事先通知了小区管家，我得以一路畅通无阻。站在母亲住所前，我双手克制不住的发抖。我在程耀面前表现得既乐观又淡定，实际上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我还没想好要如何面对血脉相连却毁灭过我的人。门突然开了，站在门后的妇人身着长裙，发丝斜挽，优雅慵懒，从容不迫。她的两鬓有些白发，但面色红润，双目有神，一点都不像绝症病人。那些母亲骗我、骂我的场景突然跃上心头，与浓厚的疑惑一同涌来。她微笑着拉我的手：“小易，好久不见。”我僵在原地，既没迎上，也没缩回。片刻，我才顺着她的动作走进房子。我有些不自在，视线乱飘，最后落在鞋柜上。左侧透明鞋柜中满是风格迥异、码数不一的女士鞋，不太像母亲自穿的款式。母亲不动声色地挡住我的视线，开口解释：“我在这边开了美术工作室，收了几个学生，来来去去的，穿错鞋也是常有的事情。”她很少对我耐心说话，除非是在撒谎。我心如明镜，但并不戳穿。正如他所言，他是一位美术教师，他出生于一个资产丰厚的家庭，在那个学习艺术被奉为奢侈品的年代，他已经拥有出国留学的资格了。回国之后，他在一家中学任职，在之后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似乎为了弥补这些年断联的损失，他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履历。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，依然坚持举办艺术画展。
后来他的画价格越卖越高，他花光所有存款买下这里，然后辞了职。但是这里闹鬼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站在楼梯拐角处，他的脸在光影交接处被阴阳分割，干涩的嗓音在空旷的环境里飘来荡去。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他轻笑：“被吓着了吧？放心吧，白天没事的。”我咽了咽口水，快步跟着他上了3楼。3楼是我自己的生活空间，你到处看看，我去泡杯茶给你喝。客厅做了满墙的玻璃柜，柜子里摆着各种高奢品牌皮包，几乎每一个皮包都抵得上我好几年的收入。第一次同时看到这么多昂贵的皮包，我忍不住凑近观察。走近了，才发现每一个皮包下都放着卡片，卡片上写着一串数字。母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喜欢吗？可以挑几个带走。”价值以100万计的东西，在他口中与蔬菜无甚区别。我摇头，在社交场合才用得上，我用不上这些皮包。我的回答让他很满意，物物而不物于物。你的品格很好。我尴尬地扯了扯嘴角。高中毕业之后，父母就没再给予我经济帮助。大学那几年，我过得尤其艰难。现下看来，母亲的经济条件不差，在我为生活费疲于奔命时，母亲却挥金如土，这让我心里更不平衡了。她将2杯茶放在茶几上，随后落座喝茶。我点点头，但坐着没动。我听说你成了一名推理小说家。是，我很少与人接触，参加宴会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这就是我刚刚说我用不上这些皮包的原因。厚重的沉默蔓延，仿佛我们并不是母女，而是话不投机的陌生人。我有些喘不过气，想了半天，我终于找到话题。你刚刚说这里闹鬼，有些学生家比较远，晚上会住在这里。他们说晚上去洗手间总会听到怪声。可能是管道或者烟道里传来的声音，可以让人排查一遍。有录音吗？恐惧与兴奋升腾，或许是缪斯眷顾我了。他摇头，没有。你可以晚上留在这里，自己听一听。手机铃声适时响起，是程耀。窗外天色渐晚，今晚留下并不是一个明智之选。我与母亲告别，约定明天与程耀一同来拜访他。临出门前，我忍不住说：“以后不要骗我得绝症了。”这对于我而言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反抗，但他只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回去的路上，司机滔滔不绝，闲聊间说起在这个小区发生的失踪案，失踪者是 A 大的学生。我上网查询这件事的通报，关于程某失踪事件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。2010年11月14日，程某于 A 大失踪，引发社会关注，公安机关高度重视。11月15日接到报警后，立即组织开展调查搜寻工作，为发现程某在 A 大被害、自杀、发生意外的痕迹证据，综合现有监控信息，指向程某最后一次出现在云林阁小区附近，目前正在全力查找中。云林阁就是母亲居住的小区。我突然想起母亲说的鬼教，这二者之间会有关系吗？回到宾馆，我与程耀讲述了今天的经历，但隐瞒了关于鬼教与女大学生失踪的猜想。程耀听完，沉默了半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妈没有得绝症，但突然骗你回来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那你明天还要去见她吗？我想起她站在楼梯拐角处瘆人的笑，内心有些抵触。不去了吧？总感觉她有些奇怪。程耀突然握住我的手，开始劝说我，可能只是你的错觉而已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多和你妈相处相处。而且，你不是最近总说没有灵感吗？
说不定在那边住一晚上，就有新的启发。他很着急，表情甚至有些狰狞。我沉默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我毕竟只是一个推理小说家，笔尖写下的故事与现实案件相去甚远。程耀见状，过来抱着我，提出新的方案。这样吧，我们明天租一辆车，我开车送你去，然后在楼下等你。你有事随时喊我，我马上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有程耀的陪伴，事情或许会变得有趣。第二天，我们租了一辆车，由程耀当司机，来到云林阁。我没有直接去敲门，而是绕着母亲居住的独栋小楼看了一圈。程耀跟在我身后，在房子背面，我看到了这栋楼的奇异之处。这里单独加了一面墙，做成了一个通风井。从墙跟水泥的颜色来看，似乎还是新砌起来的墙。如果以俯视角度看，这面墙应该与3楼的洗手间外侧墙面、厨房外侧墙面组成一个长方形的3条边。这样刻意建造出来的通风井似乎并没有必要。而第4个方向焊上了不锈钢防盗网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藏尸的绝佳地点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脑海中闪过千万种猜测，却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驱散。是父亲打来的电话。小易，我听说你最近回 A 城了，千万不要去找你妈，千万不要。他用干哑的声音低吼，像一只面临致命威胁的野兽。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听我的话，他已经疯了。他要……还没说完，电话里就剩下嘟嘟嘟的忙音。我愣在原地，思索着父亲未说完的那句话。小易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母亲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。我啊了一声，转身望去，母亲站在檐下，整张脸都在暗处，涂了口红的双唇似血般娇艳，越看越可怖。程耀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。没什么，想看看房屋构造，正好接了个推销电话。他盯着我的手机，我知道是你爸打的电话。我把信号干扰器打开了。我们好好享受母女2人相处的时光吧。正常人家里怎么会有信号干扰器这种东西？除非……我张着嘴，喉咙因为频繁喘气变得干涩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。这些年，但凡是有亲朋好友来看我，他都要对别人说我疯了。我习惯了，但依然觉得他的做派太不体面。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向屋里走去，姿态婀娜，背影却萧索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为妖魔化自己的母亲而愧疚，也只是那么一瞬间而已。他走到门边，转过来朝我招手。傻孩子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外面冷，快进屋。幼时为数不多的温馨回忆里，他也偶尔这样招呼放学回家的我。我应了一声好，快步走进屋内。母亲买了许多菜，她说要为我做一顿大餐。以前我都没给你做过饭，现在能弥补一点是一点。她絮絮叨叨地回忆往事，我却一门心思都在那个通风井上。我一边打下手，一边时不时抬头看向厨房的窗外，那里就是人造通风井的所在位置。高密度纱窗阻隔了视线，我有些近视，更看不清具体情况了。趁他转身，我掏出手机拍下那个通风井中的情形。我借口去洗手间，一关上门就开始仔细研究照片。通风井里挂电热水器，有利有弊，利在节约经济成本，弊在维修并不方便。对于母亲这栋小楼而言，弊端又增加了一项，即还需要再砌一面墙。按照母亲的说法，她已经购置这栋小楼数年，怎么会在近期突然新增一面墙，改变原有的水电设计？越深入思考，越觉得不合理。我轻轻拉开洗手间的纱窗，将手机伸出窗外。3秒后，
我顺利拍下了一张更清晰的照片。收回手机时，我下意识地朝厨房那面墙的窗户望去，母亲的脸贴在纱窗上，她怨恨的双眼被纱窗网格分割得零碎，与童年无数次透过排气扇偷看我的双眼重合。我手一抖，手机掉进通风井中，手机落在草地上，发出很轻的闷响。我缩回洗手间，惊魂未定，半晌，我才敢再探头看向厨房的窗户，空空如也，仿佛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我想用手环联系程耀，但掉落到1楼的手机距离太远，手环的蓝牙断开连接，无法拨出电话。事到如今，只能祈祷程耀快点来找我了。母亲没让我安心待在洗手间，她敲门的频率一次紧似一次，语气越来越不耐烦。第3次敲门时，她站在门口没有离去，她的身影映在玻璃门上，语气阴恻恻的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进去了。”我只能走出洗手间。一看到我，她的脸上又挂上笑容：“你不要生气，我是担心你。”我胡乱应了几声，心里七上八下。来到餐厅，我才发现母亲做的一桌饭菜已经凉透了，愧疚感又升腾。母亲没有在意，将饭菜又热了一遍。我入座后，母亲忙着为我张罗饭菜。我记得你喜欢吃甜口的番茄炒蛋，特地加了一些白糖，还有这道炒牛肉用的酱料，是我专门去城西老字号买的。对了，小时候你总吵着要吃螃蟹，那会儿我也怕这东西，所以都没买过。现在我会做了，帮你包一只好不好？她很殷勤，仿佛我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母女。但是继承的定局永远挽回不了了。这是一顿吃得极为艰难的饭，远离家乡多年，我的口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有些菜我已经不爱吃了，有些菜我已经吃腻了。母亲吃的比我更少，大部分时候她在怀念过往。我和你爸这段婚姻没什么遗憾，只是苦了你。她总在亲朋好友面前说我疯了，其实真正疯了的是她。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她这几年找了很多20岁出头的对象，那些对象社会阅历不深，一个手机，一条手链，甚至一个包，就能把他们哄得团团转。在她自己眼中，或许这样的倾诉深情又浪漫，但在我眼里，她已经疯魔了。她的目光落在客厅满墙的奢侈品皮包上，那些皮包卡片上的数字，似乎是年月日的组成，鬼使神差般的。我开口：“所以你还爱着他？”然后杀了出现在他身边的年轻女性，并且将尸体藏在通风井的热水器中。而后，他在卡片上写下杀人日期，将奢侈品皮包当成自己消灭情敌的奖品。我心头突突直跳，抓住小说灵感的激动淹没了恐惧。母亲一怔：“傻孩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”我还没回答，一阵敲门声响起。奇怪，管家没通知我有其他到访的客人呀。说着，母亲起身去看电子门铃。我想抢在母亲前面去开门，或许是因为紧张，我腿一软，险些崴了脚。是我男朋友来找我了。在母亲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打开门，果然是程耀。有救了！我冲程耀眨眨眼，向母亲辞别。程耀是来接我的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程耀却径直走向餐桌。既然阿姨做了饭，我们就吃完再走吧。我愣住了，任由程耀将我拉到餐桌旁坐下。母亲对程耀的表现很满意，招呼他坐下来一起吃饭。但程耀没有动筷。母亲问：“程耀，你是哪里人？”程耀答：“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从我们那里考出来不容易。”母亲点点头，沉默不语。程耀却打开了话匣子，
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小山村的教育资源不佳，能读完初中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大部分也没完整的接受9年义务教育。但我姐姐很聪明，她不仅学完了初中课程，还考上了县里的一中。后来，她靠着好心人的资助和奖学金被大录取。我看向程耀，这些以前都没听你提起过。程耀笑了笑，可能是因为今天看到你们母女团聚，所以忍不住想起了我姐。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多说一点。在程耀口中，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。我叫程耀，我的姐姐叫程婷，我们生长于北方的一个农村。我们村有多穷，很难说得清楚，唯一可量化的是我们村与镇上小学的距离，2个小时的牛车路程，学生一去就要住半个月，这让村里人对上学这件事望而却步。大部分孩子读了1、2年就不再去上学了。但我姐姐注定不一样，她从1年级开始就是班上的第1名，学校仅有的2位老师都说她天赋异禀，鼓励我爸妈让她继续读书。我爸妈动了不一样的心思，女儿读书这么好，儿子肯定也不差，不如把女儿留在家省点钱，让儿子去读书。是啊，儿子就算读得再差，也是比女儿有用的。我分不清他们是真的愚昧，还是自欺欺人。那天晚上，我听到姐姐闷在被子里的哭声。如果不是姐姐成绩好，为这个家带来一点读书的希望，我也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。我必须让姐姐继续读书。第2天，我向爸妈提出要求，我自己一个人不敢去上学，要姐姐陪我一起去。于是，姐姐获得了陪读的机会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读到小学毕业。到县城上初中后，上学的花费骤增，姐姐为了保住自己读书的资格，课余时间都在打工。她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帮忙，每次能换来1碗白粥。1碗白粥哪够填饱肚子，但起码能够让她不向父母伸手讨要生活费。生活虽然辛苦，但她没有把成绩落下。可即便拿到了奖学金、助学金，爸妈依然对她读书心生不满。他们甚至来到学校，想强行将姐姐带回家。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还是趁早回村谈亲事。对呀，女人终究要找个归宿。我们是为她好，以为她好的名义，连校长和老师也没办法阻拦。姐姐被嫁给50岁官夫的前一天，我回到家，我把山萝卜磨成粉，加进爸妈的水里。这种山野间挖出的药材，只需1点就能致人昏睡，剂量再多一点，人就能一睡不起。爸妈没有防备，喝下后沉沉睡去。我带着姐姐连夜跑到县城的车站。那一晚夜色浓重，我将平时省下的生活费塞给姐姐，然后目送她登上大巴。是她让我的人生出现了新的可能，我也想让她的人生出现新的可能。自此，我姐和我们家彻底失去联系。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在大遇见我姐，是她先认出我的。程耀，你是程耀对不对？小时候我们说要一起考大，我就想着考到大来，说不定能遇到你。没想到，真的让我等到了。她热泪盈眶，我愣了很久，才认出她。她变高了，蓄起长发，面目清秀，完全看不出自穷苦落后的山村而来。如今，她已经是大4年级的学生。课余时间，她在大旁经营一家花店。在那之后，我和姐姐恢复联系，仿佛从来没有分开过5年。很难想象，她吃了多少苦才能考上大，还实现了开花店的梦想。每次问起，她只笑笑，说遇到贵人了。她的花店生意不错，常给我转零花钱，我不收，她就给我买各种东西，
衣食住行，巨细无米。我让他正儿八经的找个人谈恋爱，他总是推拒。直到半年前，他告诉我，他谈恋爱了，他和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贵人在一起了。他说，趁着暑假的尾巴，他要去找那个人。他说，等过年，他就要带那个贵人和我见面。他说，这次我们一起回家，就像小时候每次放寒假一样。但是他失踪了，我报警后一直没有消息。我拼了命打工，用所有收入请了私家侦探。私家侦探告诉我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 A 城和一个男人会面，这个男人就是我同学陈有义的父亲。为了了解真相，我想尽办法接近陈有义，偶遇、聊天、陪伴、表白、恋爱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相处的时间够久，我总有机会探得真相，再找到我姐，就像我们曾经失散数年还能重逢一样。我终于等到机会，和陈有义一起回家见长辈。真相呼之欲出，程耀站起身，走到满墙的奢侈品皮包面前。我求助校方，联系记者，报警，都没能找到他。但我记得和他最后一次见面，他手上也拿着一个这样的包。母亲脸色苍白，眼睛不自觉地向通风井的方向瞟去。程耀回到餐桌旁，看着我，小易，你想不想知道刚刚我为什么突然不见了？我呼吸一滞，浑身如坠冰窟。他接着说，我去找入户的供水管道了，管道割开一个小口，就能加进一些山萝卜粉末。这真是好东西啊！以前我靠着它救了我姐一次，现在我能靠着它给我姐报仇了。我动了动手指，只觉得麻木。原来刚刚腿软是吃下山萝卜粉即将昏迷的前兆。程耀，你为什么？我想问的问题很多，但被如巨浪般的睡意淹没。我试图咬舌头提神，却连口腔肌肉都难以控制。程耀的声音变得很远很远，小易，乖乖睡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过几天，整个 A 城都会知道，你们母女积怨已久，杀了对方。我陷入了梦境中，梦里程耀还是初次见面时的模样，羞涩、腼腆。那时，我们参加了同一个登山社团。在一次活动中，我崴了脚，又脱离了队伍。他背着我前行，走了将近10公里才抵达营地。在那之后，我们渐渐熟络。我看过他因贫穷而显露的窘迫，他也了解我不堪而痛苦的过往。我们像两只濒死的兽依偎取暖，直至几个月前，他突然向我表明心意，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蓄谋。回到 A 城之后，程耀的一切反常也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是3天之后。我和母亲吃下的山萝卜剂量不多，加上及时洗胃，并无大碍。在躲进卫生间拍下热水器之前，我就已经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程耀的谋划被赶到的警察制止，警察发现了餐食里的迷药成分和通风井电热水器里的尸体。程婷死后被折断四肢，塞入电热水器中。母亲的学生们在夜里听到的鬼叫，是电热水器运转时肉与骨头被震动发出的声音。母亲与程耀都被拘留，往后他们会被法律审判。我去见了母亲最后一面，在她口中，我听到了另一个故事。我叫关月，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世家。我的一生，从我刚出世时就已注定读书、深造、结婚、生育，但我不想这样，因为在16岁那年，我发现自己喜欢同性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精神疾病，在我的家族，这更是一项死罪。家族里的长辈说，如果我不乖乖结婚生育，别想再碰画笔。我舍不下画画，但也不想人生就此盖棺定论。
直到我的母亲以死相威胁，要求我必须结婚，我妥协了。我暂时收敛起锋芒，成为他人眼中的贤妻。后来，我又以生出一个孩子的代价，换回了自己画画的自由。我恨他，恨他的出生，更恨他将与我牵绊一生。我给他起名叫陈有义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愿他的一生常被无情人所负，必须与他捆绑在一起的那几年，我将所有不满发泄在他身上。长辈们劝过我，他们说，既然都结婚生子了，就要好好生活。可笑，我不过是仿照他们对待我的方法对待这个孩子罢了。但无论我怎么辱骂、责打陈有义，他都用那样澄澈、纯净的眼神看我，不带一丝怨恨，只是有些疑惑。我越来越羞愧，但依然无法善待他。我能做到的最大极限，也只是将他当成陌生人罢了。至于陈有义的父亲，他是另一个我，但他比我聪明。他带回家过夜的男性都穿着女性服饰，他也像我一样屈从于自己的性取向。不同的是，我对陈有义倾泻恶意，他对陈有义视若无睹。陈有义一天天长大，我终于养疯自己的羽翼。我不顾家族的反对，与丈夫分居。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我不知所措，我疯狂地用物质弥补自己失去的东西，比如买下各种各样的奢侈品皮包，然后用它们引诱年轻女孩子。我在皮包里留下地址，故意将它们遗落在校园。有的女孩捡到皮包会交给学校，有的女孩想据为己有，最后会被追回。她们与我无缘。最聪明的是最后这部分女孩，她们循着信息找到我，敢于打开皮包，说明她们有异于常人的野心；敢找皮包主人，说明她们有向上攀爬的决心。野心加决心，便是欲望。有欲望就会落入陷阱。我会给他们报酬，和他们交朋友，与他们谈论艺术。看着他们，就像看到年轻的自己，简单、天真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几乎所有女孩都会倾倒于我的艺术修养与巨大财富，然后他们会在这里住下，和我成为恋人。人会走，但回忆不会。为了留下这些回忆，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一双鞋，就在进门左侧的鞋柜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将他们送回来的皮包放进客厅展示柜里。每一个皮包下，我都用卡片标注了时间，那是我和他们相识的日子。这样肤浅的快乐，给了我巨大的满足感。直到我遇见程婷，婷婷勇敢、坚韧，不贪恋财富，和我从前遇到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。我们相知、相爱，约定共度余生。但她说自己从小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，她不想再躲躲藏藏，渴望与我成立一个家庭。她甚至找到了陈有义的爸爸，希望他能够答应离婚。这件事很快被我的家族知晓，家里的人威胁我，要么斩断这段荒唐的感情，要么收回我拥有的财富。他们不能容忍我成为家族污点。我与婷婷商量了许多次，我希望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，每次都不欢而散。直到最后一次，他拿着刀逼我。他说，要么我们正式在一起，要么我们都死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他明明是受过穷的孩子，怎么就不明白财富有多珍贵呢？我错手伤害了他，我好害怕。我只能把他藏起来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能听到他在哭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看到他站在通风井里朝我招手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失去了母爱；作为一个爱人，我杀死了挚爱；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将艺术作为诱骗的工具。这样支离破碎、一无所有的我，和得了绝症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轻轻叹气。那么，你让我回来做什么呢？他笑得很娇艳，良久才回答我：
人在不曾获得爱的时候，是很难意识到陪伴有多重要的。我伤害婷婷之后，突然想到了你。我开始想象在平行时空，我们像彼此相爱的母女一般。我没有真正对你好过，我就想，我的经历能不能为你提供一个小说灵感？女儿，祝你未来成为举世闻名的推理小说家。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？我张了张嘴，声带罢工，最终我也没能叫出那一声妈妈。1年后，我的推理新作绝症面试。成签售会结束后，一个熟面孔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是当时负责侦办程婷遇害案件的任天成警官。他着便服而来，手上拿着5、6本绝症。他问：“还记得我吗？”我笑：“任警官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谢谢您的支持，下次有新书我直接寄给您。”他摆摆手：“不要客气，也不要喊我任警官。今天我是以粉丝身份来的，你的小说我早就看过了，这是帮朋友买的。对了，关于这本小说，有一些内容我想跟您探讨一下。请说。”小说中加入了3张图片，分别是关悦女士住所通风井的俯视图、厨房看向通风井的照片与洗手间看向通风井的照片。这是你当时记下和拍下的吗？我点头：“是的。”有什么问题吗？1年前的案子已经结案，但我总觉得有些蹊跷，所以我按照你当时交代的时间和路线，模拟了现场境况，揣测你本人的心理状态。很难想象，在当时那么紧张的情景下，你还能镇定地记下房屋结构，拿出手机拍照。所以呢，小说里提到，女主角小艺与受害者婷婷在此之前并不认识，但是我查到你和程婷早就联系过，并且你还给她汇过一笔钱。我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，发现你曾在8岁时求助了街道办事处和妇联，这件事闹到派出所，因此记录在案。我皱眉：“哦，记录的是什么内容？”记录的是你曾被你的母亲关悦女士猥亵和虐待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握紧手中的签字笔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知道，在程婷认识你母亲的过程中，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策划者、推动者，又或者是教唆者？我嗤笑：“任先生，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”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然后我捧着一束花来到郊外的陵园，登到半山腰，才找到程婷的墓碑。在她的墓碑前，我念了绝症中的一段话给她听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患了心灵绝症，家庭的枷锁让手脚失能，婚姻的桎梏使灵魂褪色，人生的偏航令呼吸沉滞。此刻，请你跃入深渊，浴火重生。婷，谢谢你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我叫陈有义，出生于一个畸形的家庭。上大学之后，父母将我当成烫手山芋扔掉，电话打不通，被拉黑。回家发现他们已搬走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回到学校。经济状况一度告急，连1日3餐都成问题。所幸学校附近有招兼职服务员的饭店，包吃。在那里当服务员的时候，我认识了程婷。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她，但她的聪明算得上稀有资源。复杂的菜单她过目不忘，客人的刁难她轻易化解。这样的人值得深交，可被利用。那1年的大年30夜，饭店里只有我俩值班。怀揣着我自己也尚未明朗的目的，我和程婷聊了许多。她说她不喜欢自己名字里的婷字，因为那是父母希望别再生女儿的意思。她说她攒够钱之后要考到 A 大，因为弟弟嫉妒她成绩好，怂恿父母让她早嫁。她偏要实现弟弟未能实现的目标。我们聊了彻夜，一起跨年。或许是由于年岁尚小，
心中没有防备，又或许因为我们的处境太相似，我们成了彼此最亲密的人。他鼓励我发挥写小说的爱好，我鼓起勇气将小说发到网上。人总不可能倒霉到底，我的人生转折出现了。我拿到了第一笔稿费，接着是约稿、出书、签售，我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稿费越来越多。我供程婷读书，条件是他必须帮我做一件事，他答应了，起早贪黑的复习。袁小艺，你真是我的贵人。我被骂过贱人、衰人、不祥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奉若珍宝。那一瞬间，蓬勃的爱意牵动心跳加速，却无法战胜我对父母的恨意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，是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与从前彻底告别，还是发泄恨意，借此解开自己的心结。我将决定权给了程婷，你可以选择毕业后还我这笔钱，或者帮我报仇。他笑着弹了一下我的额头，说什么傻话呢？我都已经做好计划了，这笔钱你可别想要回去。原来他早就决定好了。